中美元首视频会晤，世界收到强有力积极信号。多国人士积极评价称，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的正确轨道。人民日报周四发表署名终生的文章指出，关键时刻，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把舵引航。对于外界关注的中美经贸领域新进展，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周四介绍，中美元首成功举行视频会晤，为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确定了基调。下一步，经贸团队将认真落实。中美关系处在十字路口的关键时刻，中美元首周二举行视频会晤，举世瞩目。双方围绕中美关系战略性、全局性、根本性问题以及共同关心的重要问题进行了充分深入的沟通和交流。习近平主席在会晤时强调，中美两国是两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轮，我们要把稳舵，使中美两艘巨轮迎着风浪共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人民日报周四发表署名终生的文章认为，关键时刻，两国元首为中美关系把舵引航，为今后一个时期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注入了动力，是造福两国人民的需要，也符合国际社会的期待。新华社周四发表的国际时评也认为，巨轮同行海上必须尊重安全航行的基本原则，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这三大航行原则既是中美关系发展经验和教训的总结，也是指引未来中美相处的正确之道。今年恰逢美国飞虎队来华抗战80周年，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主办的纪念视频会周二在北京举行，中美各界约200人线上出席会议。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四表示，飞虎队的故事承载着中美人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用生命和鲜血铸就的深厚友谊。中美应传承这一友好情谊，增进了解，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中方愿同美方一道，以实际行动落实两国元首视频会晤的精神，保持对话沟通，加强交流合作，本着平等互利精神，推进各层级、各领域交往，为中美关系注入更多正能量，推动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周二在布鲁金斯学会举行的网络研讨会上表示，此次中美两国元首达成的一个重要共识是，双方需要通过最高领导人经常性和定期的沟通来为双边关系指引方向，同时为主管部门布置具体任务，而不是为了对话而对话。他还多次以直接坦率来形容此次视频峰会。沙利文还把中美接触的多个层面大致分为4项：第一，在两国利益一致的紧迫性问题上合作，如执行气候协议、为全球接种疫苗以结束新冠肺炎疫情等；第二，应对两国一直合作但现在正面临重大考验的挑战，比如伊核、朝核问题；第三，以有效管控分歧来改善直接沟通，这将是两国军方、国安团队今后工作的重要方面；第四，是解决与经贸相关的问题。就这次视频会来讲，我想最起码就是说，从拜登政府来讲，从双方就广泛的开展合作或恢复一些领域的合作来看，那就是说对于中美合作的重要性，我觉着双方是达成了一定这个重要的共识或者是一致。但是作为战略层面美国的对华定位来讲，我认为美国把中国定位为最大战略竞争对手的这种定位还没有改变。对于外界尤为关切的中美经贸领域问题，商务部发言人束觉婷在周四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习近平主席与拜登总统成功举行视频会晤，为中美两国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中美经贸领域沟通确定了基调。下一步，经贸团队将认真落实，如有进一步信息会及时发布。实际上，美国国内近期对降低甚至取消对华加征关税更有现实需要。美国至今未控制住疫情，供应链持续紧张，通胀率创31年来新高。上周五，美国24家商会和行业协会联名致信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贸易代表戴奇，认为美对华征收报复性关税令美国自身深受其害，要求拜登政府尽快降低对华关税，缓解历史性的通货膨胀。这封信件由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发布，直斥美国对华征收的报复性关税正提高美国商品成本。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日前在接受新华社记者专访时表示，美中是重要经济伙伴，双方应该相互尊重、审慎思考，解决双边经贸问题不应追求完美结果，而应寻求递增式进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周日播出的访谈节目中表示，关税确实会提高美国国内物价。拜登政府正在重新审议第一阶段贸易协议，考虑对中国减免部分领域的关税。
取消关税，现在可以说是，应当是一个大势所趋的一个事情。在以何种方式这个减免关税问题上，我觉着我们中方和美国这种进行这个磋商谈判的这种态度是完全开放的。真正的阻力是美国，一是像戴奇说的，他是不是仍然把关税视为要挟中国或者对中国施压的一种砝码？第二是拜登团队班子，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特别是在对华经贸政策上，他是否有一致的这个意见？中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继9月申请加入 CPTPP 之后，11月中国又申请加入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持续推动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在近日举办的2场国际对话会上，中国领导人纷纷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数据显示，国际商界对中国的信心不断增强。而与此同时，美国再次拒绝重回 CPTPP， 却抛出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这次又是画的一个什么大饼呢？周二晚，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世界经济论坛全球企业家视频特别对话会，发表致辞，并同来自40多个国家的近400位企业家代表互动交流。李克强表示，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大市场和投资的重要目的地，欢迎各国企业继续来华投资兴业。周三，国家副主席王岐山以视频方式出席2021年创新经济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That China cannot develop in isolation of the world, and nor can the world develop without China. China will not waver in its resolve to deepen reform and expand opening up. Going forward, China will keep its arms wide open, provide more market, investment, and growth opportunities to the world. 王岐山呼吁，世界各国要携手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推动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便利化，不搞歧视性、排他性规则和体系，要携手完善全球治理体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多边贸易体制包容性发展。经济全球化是一个大势所趋的，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中国呢，作为第2大经济体，提高自己的开放水平，就有利于这个人员、资金、技术在全球的优化配置。那么，这是经济全球化运行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开放水平提升啊，那么必然带来的就是人员交流的增多，加深相互之间的了解，使得一些分歧矛盾就容易消除，就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新加坡联合早报注意到，王岐山在12分钟的讲话中8次提到开放，重申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该报还注意到，王岐山还提到了中美元首周二举行的视频会晤，认为元首外交推动中美双方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正轨，这符合国际商界预期。也就是说，中美2国关系不仅是2国之间的事情，它涉及到整个全球。那么我们看到世界的这个市场就会做出反应啊，一些像美元什么，它就会走高，股市就会提升，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又是分不开的。上海美国商会与普华永道中国近期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华美国企业的漏关指数已经恢复至特朗普贸易战之前的水平，更有超过2/3的会员企业表示将扩张在华业务。中国欧盟商会发布的商业信心调查2021也显示，中国市场成为欧洲跨国企业的最大亮点。例如，德国宝马汽车在中国市场的业绩猛增42%，带动公司营收整体上涨28.1%。在商务部周4举行的例行新闻发布会上，发言人束觉廷表示，1至10月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9431.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7.8%，预计全年吸收外资将实现2位数增长。中国营商环境持续改善，对跨国企业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得益于持续推进更高水平对外开放。9月，中国正式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成员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智利等都对中国表示欢迎。观察指出，中国申请加入是 CPTPP 缔约以来最为重大的机遇，有助于该协议达成最初设计的经济规模。CPTPP 在2017年美方退出后严重缩水，后由日本牵头。日本主导在其条款中为美国重新加入留有专门的后门。日
日本还多次在国际场合苦口婆心劝说美国重新加入，但屡次遭到美方的拒绝。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一在东京访问时，对日本媒体表示，美国将不会加入 CPTPP， 而是寻求建立一个超越它的经济框架。深圳卫视注意到，拜登在10月底举行的东亚峰会上就倡建一个所谓的印太经济框架。分析指出，拜登政府意图以这样一个框架来回应外界对其印太战略口惠而实不至的指责。事实上，由于缺乏经济支撑，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的所谓印太战略都被外界诟病是在耍流氓。但实际上，在美国所称的所谓印太区域，已经有2个现成的经贸合作框架，分别是 CPTPP 和东盟主导的 RCEP。但美国退出了前者，并事实上抵制了后者。亚太这2个经济框架 RCEP， 还有一个CPTPP， 之所以能够在没有美国的情况下继续运转，一个主要是亚太的经济现在发展得非常好，还有一点呢，就是亚太这些经济运转机制，它是符合经济全球化的这个规律的，因此它就富有生命力。因此呢，不论美国是否重返这些或者加入这些亚太的经济合作的框架，亚太经济在这些框架内都会运转得越来越好。对于美国拒绝 CPTPP 或 RCEP 这样的高水平经贸合作协议的原因，其实并不复杂，缺钱是最根本的原因。此外，加入相关经贸协议需要美国国内改革的配合，但在2党恶斗之下，任何动了既有利益的改革方案都将在国会夭折。内政不过关，拜登政府只能向国际社会画一个印太经济框架的大饼。英国金融时报分析认为，拜登在东盟的多边外交场合抛出这样一个没有明确意涵的框架，让其他国家感到十分突然，并不得不担心这是拜登政府对华竞争的一个概念。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多次表示，反对本区域成为大国竞争和冲突的地方，也不希望被迫选边站队。德国看守内阁总理默克尔周3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强调，普遍性脱钩的做法在他看来并非正确选择，这种做法将令德国和欧盟遭受损失。他建议德国和欧盟应延续对华合作并相互学习。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周4对默克尔的相关表态表示高度赞赏。中方一贯认为，全球化时代，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交流互鉴、合作共赢，才是国际关系的主流。相关话题来连线推评论员管瑶。管先生您好。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3在新加坡出席彭博创新经济论坛时表示，美国暂不寻求加入 CPTPP， 但有意在明年初启动超越 CPTPP 的所谓经济框架进程。您对此有何观察？好的，主持人。那么对所谓超越 CPTPP 的经济框架进程呢，雷蒙多他没有细说，但是呢，他至少阶段性回应了亚太多边贸易体系领域的一个热门的悬念。那就是呢，中美这全球前2大经济体，他们谁会最先加入全面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CPTPP。众所周知 ，CPTPP 它的前身是 TPP， 这是呢奥巴马总统时代牵头推进的一个自贸机制性的安排，并且呢最终开花结果签字协议。但是呢，继任者特朗普他一进白宫就撕毁了协定，宣布退出 TPP。那雷蒙多在施城的最新表态意味着，至少美国眼下他是无意转身的。他昨天的这个托词是说由于种种原因，那我认为呢，这其中的最大原因在于这几年国会山的政治风向完全逆转了，坚决反对 CPTPP。至于中方态度呢非常明确，在去年的 APEC 峰会视频发言中，中国最高领导人向全世界宣布加入的意向。那不到1年时间，中国正式提交申请书。习近平也在刚结束的今年的 APEC 峰会上呢，再度倡议构建亚太开放型经济。他强调，中方期待 RCEP 明年如期生效，也已申请加入 CPTPP。至于美方所谓新经济框架这个进程安排是什么 ？CPTPP 呢，公认是全球现在最高标准的自贸规则。那作为 CPTPP 以及 RCEP 的双料成员，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曾经公开比较，他说 RCEP 的深度不及 CPTPP， 但是呢，它的广度又超过 CPTPP。所以雷蒙多口中的这个超越到底有多超越呢？我们从他亚洲访问的行程安排，以及他昨天在论坛上的口风，大致呢可以猜出轮廓。
那么它亚洲行的这个首站是日本，然后呢到了新加坡，期间还分别和澳大利亚、新西兰的商务部长会晤。那么接下来呢，他还要到马来西亚，来聚焦供应链、聚焦芯片、人工智能、绿色能源等等代表产业发展方向和价值链最高端的这些个尖端技术领域。那值得我们注意的是，雷蒙多昨天呢，他鼓吹 Coalition of Democracies for Trade， 也就是所谓的民主贸易联盟，他鼓吹人权、隐私权等等所谓的共同价值观。所以呢，雷蒙多他的潜台词也很明确，美方有意在经贸领域，尤其是尖端高新技术领域，再拉排他性的小圈子，继续呢把经贸议题、技术议题来做政治化的操弄。但是呢，我也要强调，美方这所谓民主贸易联盟，它面临着一系列无法调和的悖论。那在您看来，美方面对哪些难调和的悖论呢？又有哪些实质影响呢？悖论是在一系列层面展开的。那就美国国内来说，是所谓的特朗普悖论。特朗普一上台就掀起退群风，以致呢，拜登月初在格拉斯哥参加联合国的气候峰会时他发言一开场就向世界道歉，就前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道歉。那么谁又能够担保拜登的继任者不会像特朗普那样一上台就退出雷蒙多他吹得天花乱坠的所谓超越性的贸易框架安排呢？尤其要注意的是，特朗普本人再度参选，几乎是板上钉钉。那如果他回到白宫，美国这些个盟友或者是贸易伙伴又怎么办呢？就国际而言，悖论呢至少分2个层面。对小圈子里的美国追随者，最大的困境就在于他们的利益纽带呢并不稳固，他们和美国的关系也是完全不对等的。雷蒙多亚洲行的下一站是马来西亚，他最关心汽车芯片问题。那么此前副总统哈里斯访问东南亚，也把呢供应链安全挂在嘴边。那么美国它是怎么来抢阻芯片供应链的呢？之前业内最惊吓的这个事态，就是台积电和韩国三星在美方设定的大限之前，被迫交出企业的核心机密数据。那曾经有美国电视主持人在采访时就担心说，外国企业不交数据又怎么办呢？雷蒙多就笑着回答说，美国有其他手段。注意，就是昨天在新加坡笑谈美国无意重返 CPTPP 的这位女部长。那么这大概是让美方产业链伙伴们最不寒而栗的笑。贸易小圈子想拉就拉，但是呢，利益和市场是想圈就能圈得起的吗？就拿东盟10国来说，中国是每个东盟成员国的最大贸易伙伴，市场能够被轻易隔断吗？东盟国家能轻易被忽悠吗？甚至对中国，美国不也是隔不断吗？CNN 学者型的大牌主播扎卡里亚最近在参加美中关系委员会的专场论坛时他讲了一个故事。他说，新冠疫情之下，美国老百姓健身房去不了，很多人都买了叫 Pelotons 这个健身器械在家练。那么这款健身器是哪里生产的呢？ Made in China， 没错，就是中国制造。扎卡里亚说，这就是所谓的 interdependence， 是相互依赖。中美关系已经被这种相互依赖锁定了。在冷战年代，美苏贸易额巅峰时代，也就是1年20亿美元。但是呢，现在中美贸易额1天就能够达到20亿美元。特朗普当初高举关税大棒是要平衡贸易赤字，但是呢，去年新冠疫情之下，中美贸易额再创新高，美方的贸易赤字也刷新了纪录。这不正是美方不可调和的贸易战悖论吗？那么，面对美方悖论，中方又应该如何应对？美国总统国安事务助理沙利文声称，将在4方面和中国接触沟通，但又扬言要动用所有工具来对抗中方所谓不公平经济行为。你又是如何评论？雷蒙多在新加坡暗示要搞所谓稳固产业链、瞄准高新技术的小圈子机制性的安排。我认为中国领导人在同场论坛的发言主旨就是最好也是最有力的回答。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在视频发言中强调，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也离不开中国。中国将会继续推动高水平的开放。中国最高领导人上周在 APEC 工商峰会发表主旨讲话时说的再明白不过，以意识形态划线搞地缘政治的小圈子终究是没有前途的。亚太地区不能也不应该回到冷战时期的对立和割裂状态，搞所谓产业链小圈子，搞所谓高端技术的小圈子，就更加没有前途了。在中美元首长达3个半小时的视频峰会中，习近平把脉中美经贸关系，特别指出它的本质
是互利双赢，在商言商，不要把中美经贸问题政治化。双方要做大合作的蛋糕。但是呢，我们从雷蒙多以及沙利文的最新表态来看，至少目前美方一些个高级官员，他们呢还没有摆脱将经贸议题政治化、安全化的这种惯性思维。雷蒙多放言，所谓新经济框架进程明年初启动，而美方自拜登以降，他们都高度关注芯片产业链以及供应的安全。那鉴于台积电的这个产业领先地位，美方的新机制安排会不会再打台湾牌？会不会再度操弄台湾议题？这是尤其值得我们警惕的。在昨天的彭博创新经济论坛上，包括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内的与会各方，他们呢都高度评价刚刚落幕的中美元首重磅会晤。世纪老人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更是盛赞这场视频峰会，认为是中美关系潜在新氛围的这个体现。那么沙利文公开谈到寻求4方面对华接触，这当然是美方在执行层面的理解与设计。我认为这其中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有关经贸议题的发生。我想这大概率意味着中美接下来的经贸对话将会升温，将会提速。那么特朗普时代挥舞的关税大棒大概率也会彻底的放下，因为其实受伤最重的反倒是美国消费者自身。当然了，沙利文他也有所谓的强硬表态，这是美方惯用的谈判施压手法和叫价的手段，我们呢不必太当回事儿。好的，也谢谢管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除了以美谋独、以武拒统外，民进党当局还不断推行去中国化，妄图切断两岸的文化和血缘联系。日前，台当局以所谓大陆渗透，对台湾清华大学内设置清华海峡研究院展开调查。台教育部门宣称，初步分析设有违反两岸条例，要求该办公室停止运作，并全面盘查两岸高校交流状况，引发舆论风暴。台湾清华大学提供的新闻资料显示，清华海峡研究院是北京清华大学、台湾新竹清大校友会同厦门市人民政府在2014年签订组建协议，2015年在厦门揭牌，并于2016年通过财团法人自强工业科学基金会向清大承租校内育成中心5楼设立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并成立两岸产业促进中心，从事技术研发、揽才、投资，整合两岸清华人才及研发优势。有岛内绿媒近日就借机炒作，大陆锁定台湾高科技产业已渗透至新竹科学园区，在新竹清大成立新竹办公室，目的是锁定台湾高教科研成果。这则莫须有的报道出来后，台行政部门负责人苏贞昌气急败坏地声称，大陆利用各种手段制造混乱，窃取数据，民众要处处防御。台教育部门要求新竹办公室立即停止运作，并即刻撤离。国民党及民意代表郑正乾在台立法机构与苏贞昌就此事激烈交锋，指现在民进党已经开始抹红台湾清华大学。北京清华大学来参访的时候的照片拿出来，就说我们的新竹清华的前校长被渗透了。喂，这不是抹红，是他是红。没有查到实证的时候，你们就直接抹红学校、抹红学校长，这样适合吗？吵死了！我告诉你，设立就违法，听懂了没？院长，你真的鬼打墙哎！人家是质询者，人家问你什么答什么，结果他不答就算了，还叫人家闭嘴，这标准恼羞成怒了。我觉得苏贞昌是越来越显现的，他这个人脑袋瓜里面，他所谓他自己讲他是民主进步党，他就把民主跟进步踩在地板上踩烂了那真的是遗臭万年了。我只能说，今天这个事情的发生，充分展示了民进党政府的一个本质。就是一个夺权之后的暴力，暴力之后的夺权。连日来，岛内舆论持续批评民进党当局用政治打压学术、限缩学术自由的行为。台湾大学校长管中闵曾经因为常年从事两岸学术交流，遭蔡英文当局进行意识形态操弄，校长任命整整拖了1年多。面对台当局对学术的再次政治打压，管中闵质疑教育部门有什么资格彻查大学，直斥台当局在肆无忌惮地以政治干涉学术自由。学术交流、这些互访合作，都是学术自由的一部分。而且我更要提醒，特别是提醒今天有权利的这些人，发起这些事情的人，两岸的交流、学术交流，甚至学术合作，过去是受鼓励的。那你今天你不喜欢了，就反过来说10几年前受鼓励的从事学术交流、学术合作的人呢，是错误的。希望政治力量不要随意去摄入，
破坏，特别不要因为某些个人，因为他自己的某些想法，鼓动政治力量来干涉这样的事情。岛内著名作家白先勇也强调，狭隘的政治观念对学术圈没有好处，大学自由风气很重要，政治力不该侵犯到学术界。我觉得什么事情要把它这样政治化，我就自我限制、自我画图，你晓得啊？我觉得这个狭隘的这个观念，非常的对学术圈绝对没有好处。我觉得政治不应该侵犯到学术界里边去。台北市议员罗志强称，学术自由对民进党来说只是谎话跟笑话。过去民进党说党政军退出校园，事实上只是个借口，真正目的就是要打压、封杀所有的言论自由。如果今天是清华大学，应该全体的师生都要起来抗议才对，因为这个其实是直接践踏你大学的自主人格嘛。大学，我们想象的大学，它应该是一个校风是独立的，还有一个自我运作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教育部现在完全把它当下面的人在使唤嘛。台湾《中国时报》的社论就指出，清华海峡研究院新竹办公室被指遭大陆渗透一事，整件事无法进行理性的思辨与对话，流露出民进党政府只要记起安和为民反共、抗中保台这2道符咒，便可以唯我独尊，甚至为所欲为的可怕心态。社论指，台教育部门彻查此案，必会造成两岸学术交流的寒蝉效应，对台湾民主政治生机的扼杀，恐怕才是真正的危机。历史的阴线历历在目，因政治需要而压迫教育、钳制民主，终将遭到反噬审判。另外，台湾著名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女士近期宣布，拒绝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地区中学1年级的教材，并正式向两岸出版商声明，依柏杨生前交代，如今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台媒报道称，曾常年任教于岛内知名中学的张香华直言，不同意授权现在的教科书摘录柏杨《丑陋的中国人》的一大原因，在于对现在台湾教育核心课纲去中国化甚至反中的无法苟同。他指出，青少年在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的情况下，即便读了柏杨的文章，又怎能领会柏杨的精神？台媒报道指出，张香华痛指如今台湾岛内的语文历史教材删减文言文，以东亚史观点取代中国史，根本是执政者去中国化的教学策略。他认为，没有中华文化的价值观与认同前提，收录丑陋的中国人其心可议，担心利用其书名来辱华。因此，虽自2016年以来持续收到教科书的授权邀请，他一律拒绝。公开资料显示，出生于河南的柏杨毕业于东北大学政治系，1949年后前往台湾，曾因触怒台当局入狱多年，是被两岸三地熟知的著名作家。他的言论和书籍在社会各界产生广泛争议。1984年，柏杨在美国爱荷华大学演讲《丑陋的中国人》，强烈批判中国人的脏乱吵、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等。次年8月，此篇讲稿和另外2场演讲的记录《中国人与酱缸：人生文学与历史》，一篇访问稿正视自己的丑陋面，以及柏杨的30几篇杂文、仅20篇回应文章集结出版，视为轰动一时的《丑陋的中国人》。《丑陋的中国人》是一本争议之书，也是属于上个时代的经典。1985年，当《丑陋的中国人》风行台湾时，台湾尚是一个拥有高度中国人认同的社会。所谓的反思中国人的劣根性，也是基于爱之深责之切的中国人立场。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您好。对于作家柏杨的遗孀张香华近日断然拒绝将柏杨著作《丑陋的中国人》摘文选入台湾初中1年级的语文教材，并要求两岸出版商永远停止发行《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您是如何看？我想在回答您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得搞清楚另外一个让很多人都感到困惑的问题，那就是柏杨先生的《丑陋的中国人》这个书的本身是否涉嫌歧视中国人，以及是否涉嫌辱华。而在搞清楚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必须要澄清2个基本的事实与基本的观念。第一个是有关人性究竟是善还是恶的问题。对此，我的基本观点是，当人性恶的一面膨胀的时候，善的一面就会被抑制；当人性善的一面膨胀的时候，恶的一面就会被抑制。而文化学者的任务就是揭露人性中的恶，弘扬人性中的善，这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文学作品永恒的主题。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爱之深，责之切"，这个也就意味着，作为一个文化学者，不仅会揭示每一个个人的人性中普遍存在的恶，而且会揭示民族性与国民性中的劣质的一面，并把它当成自己的历史使命。这就如同一个医生一样，需要通过不断的诊断，并揭示出病人身上的病灶，并加以积极的治疗，最终来帮助这个病人实现康复。一个文化学者也要通过不断的自我批评与自我揭露，来促进这个民族与这个国家的文明与进步。明白了这2点，我们就可以知道，博洋撰写《丑陋的中国人》一书的行为，不仅不存在着歧视中国人，不存在着辱华的行为，相反，这还是属于他的天职，是爱国与爱民族的表现。我想，这就是中国大陆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允许此书出版的根本性原因。既然《丑陋的中国人》一书既不涉及歧视中国人，也不涉及辱华，那柏杨的遗孀张香华为什么还要愤而拒绝将其摘文选入台湾初中1年级的语文教材，并要求两岸出版商永远停止发行这本书呢？我认为这背后的原因就在于，博洋先生当年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做梦也不会想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会成为蔡英文当局鼓吹文化台独、搞去中国化的一个工具。因为博洋写这本书的时候，岛内绝大多数人还是有着浓厚的国家与民族认同感的，台独还没有真正形成气候。然而时隔30多年之后，岛内的政治生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民进党与台独分子的刻意操弄之下，去中国化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文化与政治上的正确。而在我看来，蔡英文与台独势力利用博洋的《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来推行去中国化与搞文化台独，这背后不可告人的逻辑推理是这样的，也就是《丑陋的中国人》这本书中的中国人，指的仅仅是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以及赞成两岸统一的那部分台湾人，其中并不包括台独分子。这个也就意味着，在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看来，生活在中国大陆的中国人以及赞成两岸统一的那部分台湾人，他们的人性是丑陋的，而台独分子的人性则是十全十美的。他们企图用这样一种逻辑推理来教育台湾的学生，以进一步营造出厌恶中国人与中国文化的舆论氛围，并进而厌恶中国与中华民族，最终得出台湾必须脱离中国实现独立的这样一个结论。也就是说，蔡英文当局与台独势力不仅在教育台湾民众抗拒中国大陆的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而且在教育台湾民众厌恶与抗拒大陆人的民族性与国民性。我认为这是蔡英文当局推行文化台独的又一个值得我们关注的新动向。然而让蔡英文当局始料未及的是，他这样的一番作为反而产生了此地无银300两的反效果，让台湾文化是源自于中华文化，以及台湾是属于中国的一部分，更加成为了无法辩驳的事实。因为假如台湾文化不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台湾不是属于中国的，你又何必要做贼心虚，多此一举，搞什么台湾化和去中国化？同时我认为蔡英文当局搞什么台湾化和去中国化也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无论是台湾的原住民文化，还是后来移植过来的闽南文化，它的根基都在中华文化当中，是属于中华文化的一部分。这个也就意味着，无论你怎么变，都离不开其中。这就如同台独分子宣称自己不是中国人，但是却割不断身体内的中华血脉与基因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们还不得不佩服博洋先生对于人性的非凡洞察力。他在《丑陋的中国人》一书中着重批判的就是一部分中国人喜欢搞窝里斗以及不能团结的劣根性，并将原因归结到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种滤过性的病毒，使我们的子子孙孙
都受到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愈。蔡英文当局与民进党搞台独，并且挟洋自重，把美国、日本都拖入到这潭浑水当中来，并为此跟岛内的国民党以及大陆纠缠了几十年，这不就是典型的窝里斗与不能团结吗？好的，也谢谢刘先生跟我们共同在线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中美元首视频通话为两国关系稳定航向之后，美国的小弟澳大利亚却仍然坚持顽固反华立场。先是总理莫里森为该国著名反华智库站台，提及要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加大对包括人工智能、5G 等关键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保护。澳国内众多理性声音就呼吁，澳大利亚已经为自己的言行买单，付出了惨重代价，澳政府应认清现实，停止挑衅中国的举动。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周三在该国战略政策研究所举行的首届悉尼对话活动上高调宣布，将量子计算、人工智能、疫苗、关键矿物和 5G、6G 通信技术等9大领域列入关键技术清单。澳政府未来将加大对这些领域的资金投入和技术保护。值得注意的是，莫里森在讲话中反复提及信任、共同价值观，表示澳将与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反对那些以不同方式看待技术的政府。虽然莫里森并未在讲话中点名中国，但主办方澳大利亚战略政策研究所国际网络政策中心主任汉森当天接受澳天空新闻采访时称，莫里森推动9大科技领域发展是基于地缘政治考虑，目的是要反制中国，并且要与中国的所谓专制发展模式竞争。澳媒并不看好莫里森的关键技术清单。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的文章称，莫里森在中美元首视频会晤后抛出这一清单，尴尬地凸显出澳大利亚在中国外交深度冻结中的孤立地位。这个时机呢，是选择在中美首脑电视会晤之后。那么在这之后，澳大利亚他倍感压力，他表现出一种我们说不平衡的心态。虽然他没有完全点名中国，但是战略指向呢是非常明确的，充当美国呢在这一地区反华制华的这样一个打手。澳大利亚一些政客也持续在地区和国际合作议题上向中国开炮。澳防长达顿在澳天空新闻最近的节目中声称，澳大利亚人会对国家安全机构收集的有关中国在澳活动的情报数量感到震惊，并由此为澳所谓的反对外国干涉政策站台。达顿是莫里森政府中对华态度最强硬的官员之一。就在几天前，他还在一次采访中放话称，若美国介入台海冲突，澳大利亚也将参与其中，引发国内外广泛抨击。澳外长佩恩周四赶忙出面灭火，他辩称达顿这番话的目的是为了避免台海地区爆发战争。他还强调，澳大利亚要尽一切努力阻止冲突发生。澳前总理基廷也严厉批评莫里森政府采取错误的对华强硬立场，将澳大利亚引入歧途，并敦促其加强与中国的接触。基廷说，台湾不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利益，澳大利亚和台当局没有建立联盟关系，也没有签署任何相关文件，没有承认台湾是一个主权国家，因此澳不应介入台湾问题。澳大利亚这个国家，它依重美国，所以它的整个国策来讲，只不过的话呢，是美国人云亦云的这种翻版，他没有自己真正的国策和真正的防务。从本质上来讲，彼得的话他所讲的东西不过是虚张声势，真正的话要采取行动，不管是从实力上来讲，从整个应对的举措来讲，他都是跟不上的。实际上，澳大利亚充当国际反华急先锋，已经波及到中澳关系的方方面面，澳自身也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特别是经贸领域。然而，澳政府还在做着中澳之间政治归政治、经济归经济、一码归一码的美梦。周四，莫里森在接受采访时谈到，澳大利亚始终迫切地希望能在基于不违背国家利益的原则与中国展开政府间的对话。澳大利亚外贸部长特汉周三接受采访时也称，正在寻求和中方相向而行，进行某种建设性接触。It was very good to see the two presidents be able to have a dialogue. That was a very meaningful and significant dialogue, and that's what Australia wants to be able to do with China itself. We are looking for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We want to be able to work through our differences and our issues because we understand how important, especially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is. It's helped us maintain our standard of living. So we're very much looking forward for that constructive engagement. 对于澳政府的两面派表演，就连澳国内舆论都看不下去。澳大利亚金融评论报文章称，澳大利亚需要为自己的言行买单。
莫里森政府追随美国，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国家，并充满敌意，在如此糟糕的大环境下，还要展开同中国的对话，简直是痴人说梦。澳大利亚前驻华大使瑞杰瑞近日撰文指出，美国近期与中方在多个领域进行了合作，高层级互动频繁，这让先前充当美国棋子、冲在反华前线的国家十分被动。但这就是大国政治的世界。美俄博弈近期又有了新热点。根据美国军方的消息，俄罗斯周一进行了一次反卫星试验，并造成太空碎片。美国国防部、国务院等机构随即对俄罗斯展开口诛笔伐。周二，俄军方承认成功进行试验，但否认造成危险，并称华盛顿其实很清楚这一点，因此其表现是虚伪的。有分析称，美国一直紧盯中俄的太空活动，但最早开展反卫星试验的是美国，不享受任何太空义务约束的是美国，频繁在太空展示侵略性的同样是美国。根据美国太空司令部的信息，俄罗斯周一使用反卫星武器击毁一颗废弃多年的电子侦察卫星宇宙1408。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当天的简报中指责俄罗斯进行危险且不负责任的反卫星实验，在轨道上制造出1500块以上的可追踪碎片，还有数十万块较小的轨道碎片。美国防部发言人科比则在记者会上称，俄方试验反卫星武器没有事先通报美国军方，这些武器不仅可能威胁美国国家利益，也可能威胁到其他太空大国的安全利益。美国太空司令部司令詹姆斯·迪金森指责俄继续将太空武器化。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则在一份声明中表示，此次事件清楚表明，虽然俄罗斯声称反对在太空部署武器，但其行为轻率且不负责任。美国将与盟友和伙伴合作，寻求应对这种不负责任的行为。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也公开批评俄罗斯。So this was a reckless act by Russia to actually shoot down and destroy a satellite as part of a test of an anti-satellite weapon system. 有分析指，目前俄罗斯反卫星武器库中具备直升式反卫星能力的有努多尔导弹和 S-500防空系统。而 S-500虽然具备攻击低轨道卫星的能力，但其主要任务还是防空和反导，因此本次反卫星试验使用的可能是努多尔导弹，其最大特点是作战反应速度更快，在目标卫星凌空过顶时随时可以发动攻击，而且拦截范围大。从本次拦截的情况来看，俄罗斯所使用的这种反导导弹，它应该是比较成熟的一种导弹。这种导弹呢，经过大约10次以上的这种拦截测试，应该是俄罗斯自己的这个努多尔河这种反导导弹。那么这种导弹它主要是要拦截1000公里以下这种低轨道的卫星。那么从整个这次拦截的情况来看，应该说俄罗斯这个努多尔河这种导弹，应该说它的拦截成功率还是比较高的。面对美方的指责，俄外长拉夫罗夫周二进行反驳。他说，华盛顿对俄罗斯的指控是虚伪的表现。Заявлять, что 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оздает риски для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по мирному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ю космического пространства, но это по меньшей мере лицемерие. Как вы правильно сказали, фактов никаких нет. Развивают самым активным образом. В 2020 году они создали космическое командование, приняли стратегию по космосу. Одна из главных целей эт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сформулирована как создание комплексного военного преимущества в космическом пространстве. 据法新社报道，在拉夫罗夫发言后不久，俄军方就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防部成功进行一项试验，击中自1982年以来一直在轨道上的航天器。俄防长绍伊古在声明中强调，本次测试中产生的卫星碎片绝不会对人类太空活动构成威胁。俄军方表示，美国其实确切地知道，按照试验时间和轨道参数所产生的碎片没有也不会对轨道站、航天器和空间活动构成威胁。美国官员的讲话是虚伪的。俄军事科学博士康斯坦丁·西夫科夫表示，早在5到10年前，美国就用导弹摧毁低空运行的卫星。究竟是谁对谁制造威胁？路透社也称，俄罗斯不是第一个在太空进行反卫星试验的国家，美国早在1959年就开始了，那时人造卫星很少，还是新事物。1985年，美国 F-15战机发射机载反卫星导弹，将一颗在太平洋上空555公里处运行的侦察卫星击落。2008年，美国成功击落在轨高度247公里的标靶卫星。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美国就是想以指责俄方来为本国的太空武器部署计划辩护。那么美国之所以这次这么样炒作的话呢，
实际上反映出美国对俄罗斯发展太空力量的这种担忧。所以呢，从这点我们可以看出来，美国想通过对俄罗斯的这种谴责，来遏制俄罗斯反导反卫星方面的发展，来保持自己在太空技术方面的优势。